医生，我是家属，他怎么样了？你是家属啊？对，头部有外伤，按 CT 检查未见颅内出血，但是情况不明，带到 ICU 观察。那没事吗？得观察观察。那个厂的病人呢？出院了，出院了。办了手续，天不亮就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快点把东西拉床上了。好久不见。这位何医生是我的老朋友，8年前他还在花城人民医院的时候就跟过穆代的案例。8年前，你不知道，或者你把8年前的事情和这位罗先生简单说一下。那年穆代15岁，当时我收养穆代也有10来年了。他很可爱，性格也很开朗。穆代，你的，谢谢。走，我刚才还在找你呢。我们待会儿去哪儿？他在班上有一个好朋友叫沈文，两人形影不离，好的就像一个人。但是后来出了一件事，他俩放学后会一起去一个补习班，但是有一天晚上到了11点，两人还没有回家，手机也打不通。我们后来找到老师，才知道他们当晚逃课。我跟文文的妈妈从学校开始一条街一条街的找，最后找到了一个巷子口。文文去呢？穆代的手机。没事，没事。那是一片废弃的工地，我们找进去，看见了穆代摔在了楼下，脑后一大片血。后来我们在楼里找到了文文，我问他死了。穆代昏迷了好几天，醒来之后告诉我们，当天晚上他和文文逃课去看电影，没想到在路上碰到了小混混。所以他是因为这个才生病。那几个小混混很快就被抓到了，还判了刑。可是沈家的人失去了孩子，那种痛苦无处释放，所以他们就把错归咎于穆代。文文是班里的尖子生，一向乖巧听话，沈家一直认定是穆代怂恿文文逃的课。要不是你带着他出去，能发生这种事吗？再加上有人说，其实文文可以逃掉的，是为了救穆代才折回去。你给我妹妹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跪下一下！跪下！跪下！别让大孩子再好吧，我替他。大家都不去指责那些流氓，都冲着穆代来。别！凭什么啊？穆代当时撞伤了头，对那件事情记忆非常模糊。沈家的人来质问，他根本没法辩解，那等于就是默认了。那你当时作为唯一能够保护他的人，你也没为他辩解吗？
辩解？你让我怎么辩解？人家都失去了孩子，穆代好歹是活下来了。我也劝穆代忍一忍，忍一忍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但是直到那一次，穆代，没事啊，没事了啊。穆代，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穆代，后羿不好。侯爷，我还是死了比较好吧。别这么说，没事儿，穆代，有后羿在，后羿保护你。直到那个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穆代精神上出了问题，他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跟谁都不太交流，整夜的失眠。我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就带着他搬了家，开始到处求医。就是从那时候，我认识了何医生。8年了，何医生一直在跟进这个病例。一直，穆代知道吗？穆代的病例十分特殊，在我多年的从业经验中都极为罕见。罗先生，我听说你曾经是她的男朋友，现在也是。接下来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可能会颠覆你对她的认识。当年我建议霍女士留意穆代的日常行为，最好可以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一些视频，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监察她的情况。关你什么事儿？这是又不是你杀的人，你也差点死了。好不容易捡回半条命，还要赔进去，哭什么哭？你不懂，我真的很难受。你难受？你难受什么？是你杀的人吗？可是我真的很难受，我很想去死，我很想。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。好吧，那我怎么办？那就这样吧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突然自愈了。治愈？自愈，自己治愈。刚刚那算是双重人格。
他的这种情况不符合双重人格的定义。双重人格每一重都是完整的，而且彼此不会进入对方的记忆。穆代的情况不符合我们现在已知的任何一种情况。我的推论是，因为这次变故，穆代心里承受不了这么巨大的痛苦，为了自救而分裂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自己。这一个，我们姑且叫做黑穆代，理性、冷静，对人对事充满敌意。这一个，便是你熟悉的穆代，温暖、柔软、可爱。视频结尾，那句那就这样吧是什么意思？一黑一白都在争夺身体的主导权。我猜测，最后这场争夺是以白穆代占了上风。可是我看视频里，黑穆代更咄咄逼人一点。那句那就这样吧，是双方争执后达成一致的结果。因为人终究是社会性的，白穆代的这种性格更容易被社会和大众所接受，而黑穆代选择让出主导权，沉默。除非身体在遇到极度危险和痛苦的情况下，才会因为自救而再度觉醒。而且白穆代似乎并不知道黑穆代的存在，因为这远远超出了他身体的承受值。而现在，他回来了。我不想听你们成篇大论，我现在只想见穆代。这个路吧。穆代在楼下活动时，他喜欢一个人待着。你待会儿见到穆代，要做好思想准备。他很不一样吗？你自己看就知道了。他有提到过我吗？那他还记得我吧？啊，记得，当然记得。你、曹延华还有他新认识的红纱，他都记得。你别忘了，黑穆代是可以进入白穆代的记忆，只不过感情上会有一些不一样。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，就晚点再说。我准备好了。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有双人模式吗？陪你打一把。我喜欢一个人打。两个人一起的话，会撑得比较久一点。会吗？试试。两个人也没什么不同。还没结束呢。穆代，轻轻带。这次运气不错，闯过了。不是靠运气，是这次有人和你一起应对。以前我遇到事情，总是一个人做决定；遇到麻烦和危险，都是一个人扛。后来，有姑娘告诉我，
这种对于生命的态度是非常不对的。8年前的事情我改变不了什么，但以后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需要你啊？因为8年过去了，你还是没能做出来。我知道，不管是你还是小口袋，始终放不下对沈文的愧疚吧。害人的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愧疚？对，你当然不需要愧疚，因为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沈文死的责任不该由你来承担。要看电影的不是你，抄小路也不是你的主意，对吧？我向红姨了解了那天的细节。快点，木达，赶不上电影开场了。文文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上课吧？来不及啊，大路来不及，我们走小路。好吧，走。哎，可你出于愧疚，没有做任何辩解。因为死的那个是沈文，也因为他本来可以逃走的。别跑！这么重，你想砸死哥哥呀？这是！哎呦！哎呀，玩这个呀！快跑！过来呀！放开我！救命！来人！也许在旁观者眼里，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我不知道沈文当时怎么想的。唯一确定的是，他很珍惜这朋友。哥哥文文。沈家失去了女儿，但你不该替真正的恶人去承担这一切。你是不是以为这些就是真相？沈家人恨我是对的，没有我，文文不会死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激怒那些混混，让他们动了杀心的人，是我。可是霍子红说，你当年撞伤了脑袋，事后的你都不记得了。他是记不清了，可我不是他。所以，当时被拖上露台的那个人是你。你还不算太笨了。他那么弱，把自己过得一团糟，哪经得起这么可怕的局面？还得是我，必须是我。所以黑幕弹不是文文出事后才出现的，而是……大哥，打他！现在还觉得自己很了解我吗？你说的要敞开心扉，共同面对，可是你藏着的秘密比他少了吗？
他把秘密藏着掖着，你也一样。你早就发现他不对了，可是你从来都不问，什么都没做，事到临头还口口声声说要共同面对。你不觉得自己可笑吗？你们俩真在谈恋爱吗？对彼此最深的心结都不知道，互相戴着面具，这样的关系，谁配叫爱？还戴着啊？我以为我扔了它你会明白呢。什么意思？还不够明显吗？我不是你的小口袋，他呀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干脆点儿，一拍两散，别为难别人，也别折磨自己。忘了告诉你，今天通的关，我上周就通过了，通关时间比今天短。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很明显，我不需要你。也许你说的对，我不了解你。但你始终有不敢面对的东西，对吧？如果不是因为审问，那你的心结又是什么？喂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事，刚平宁摔了一跤，郑博吓到了。薛老板娘干嘛呢？你声音怎么听着那么远啊？哦，那我近一点。你真没事吗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神棍还提到了什么？暂时没别的，这些是他10多年前在北方一带游历时听到的，算是民间传说吧。啊，资料有限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血都快流干了。这样处理方法不行的。你不行，你拿杯水。啊，行，拿去。哎呀，口子那么深，这是感染了怎么办呢？你受伤了，严重吗？没事，皮外伤而已，是我大意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娉婷又严重了，他开始伤人，啊！而且不是简单的伤人。他居然还会用策略。策略？是，他先是把吊灯砸坏，再假装被吊灯砸伤。还好我到得及时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刚给他打了镇静剂，然后护工也辞了。娉婷这个状态，我不敢让人靠近她。那你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她这样也找不到人吧？我呀。你算了吧，娉婷现在很危险。罗刃，你是看不起我呢，还是看不起我的功夫呢？现在郑博年纪大了，你又受伤了，娉婷又发病了。你想找个人治住他、看住他，又能是帮忙洗漱的同性，你觉得谁能比我更合适？这不合适，你还带利息，多麻烦啊！谁说我要纯义务帮忙了？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你也知道我在利息，那往返的机票得你出吧？机票没问题啊，得包吃包住吧？没问题。
谢谢你啊。大家都是朋友嘛，江湖救急。哎，你也太见外了吧？那回头见。我还带了箱子。啊，我来。好，谢谢。罗任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能去接你，还用打车过来。没事，你是伤员。不碍事。活该，早上换药的时候，这血流的还哗哗的，不知道，逞能耍大。老人家说话夸张。走吧。品婷，来，这个铁门是新加的。哦，这是铁门的开关。一般饭菜是从这个口送进去。餐具用的都是纸质的。过来。品婷，他是不是很多天没洗澡了呀？我该干活了。品婷，品婷，这个是木代姐姐。她是来帮你的，乖点好不好？走。走。好玩吧？水凉不凉？品婷，再转过来点，姐姐给你冲水啊。品婷，品婷，品婷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你给我安分点，早晚收了你。品婷，哦，来。玩小鸭，没事啊。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皮呀，会动，上面还有花纹？不好说，一闪而过，我也没太看清楚。像是寄生虫啊，就像是某种寄生生物和宿主之间的关系。对了，当时娉婷还在哼歌。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？我发一个视频给你看。你稍微等一下啊。棍叔，你这还用智能手机呢？谁规定我不能用智能电话？我跟这个时代又没有脱节，怕你们烦我，所以。这调子是娉婷哼的那首歌。你谁呀？哦，他是罗任，我之前提过的。沈先生您好，我是娉婷的监护人，也是木代的朋友。小口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
对比了很多聘宁唱的曲子，它就不是普通的那种曲子，它是像冷泉地区的一种起神的时候唱的曲子。那聘宁和叔叔为什么要哼这种歌呢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还要调查一下。小口袋、小萝卜，你们接着研究一下，有新的进展就给我打电话，没有新的进展就不要给我打电话。哦，好。小萝卜、小口袋。哦，这是沈先生的个人习惯，没有贬义啊。他给你起昵称，主要是因为他把你当朋友，是对你的肯定。而且小萝卜这种东西，营养这么丰富，很多地区都叫它土人参，它是变着法儿的说你是人参的。不好意思，把人参水溅你脸上。谢谢。不是曹兄啊，这生活如此美好，你为何在这叹气呢？追梦路上的坎坷你不懂，人都说山不向我走来，我便向山走去。这好，山安了轱辘跑了。小山河离咱们这儿这么远，那罗什么家里那点破事儿，还得小老板娘亲自去。我要在啊，肯定不会让他自己去。去也得跟个人去啊！真是，哎呀，可怜。张叔，您去过小山河吗？没有啊，没去过就对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那地方特别的危险，必须得有人陪同。干嘛你去过？我当然去过了。还有那个叫什么罗任的，道貌岸然，伪君子，连曹胖胖都说他是个跟踪狂。这种人你能信？有这事儿啊？不是，也可能是一误会，因为什么？我还告诉你啊，小老板娘那人她脾气倔，那电话里边叫不回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派一个有勇有谋的人过去接应一下了。张叔，这老板娘把他托付给你，要是他出了任何的问题，张叔你这难辞其咎啊！是得找个可靠的人过去。找谁呢？你别在我眼巴前晃悠了，行吗？我瞅着你都虚。我算是瞧出来了，你纯粹是为了逃避劳动，借着开张叔的油享自己的福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打工人想偷个懒也正常，难道你想劳动啊？啊？哎，说真的，你会去看墓寨吗？我去啊，我怎么不去啊？我去拍个照，打个卡就行。嘿嘿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呗。我干嘛去？人张叔只答应给你包食宿，没有我的份儿。这我包吃包住，你就蹭吃蹭住呀，你自己带个路费就行了。拉倒吧，你就是嫌一人玩没劲，拉我过去当伴游。哎，你这可是恶意揣测我了啊！我可是真的是为你着想的。
你想想，你不是要拜师吗？啊，这山不向你而来，你便向山而行；那山你离远去，你便追着山跑。你不远万里跑去小山河，多心诚啊！那再无情的师傅都会被你感动了。说下去，我再说，那毒妇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直接表演一个从天而下，救他于水火之中，他怎么办？他还不得哭着喊求你，曹元华，你是我的好徒弟啊！113，虽然你在说这套言论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膈应人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嘿嘿，人才。那走着。脸上了，哼，慢点吃啊。你先去吃饭吧，我替你一会儿。你行吗？你这儿？放心，休息得很好，恢复得差不多了。行。哎，你嘴唇裂了。喝水有点少了。别舔。越舔越干，喝水也没用。是吗？你带唇膏了吗？我走得急。好。你先用我的吧，待会儿我给你去买。谢谢。等一下。啊，我不介意的。好了。谢谢。那我先去吃饭了。哦，木太，来，吃饭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哎呀，谢谢。这2天可多亏了你。你可不知道前2天那简直是一团糟啊！哎，罗仁在楼上呢。他看着娉婷吃饭呢。他俩兄妹感情真好。那当然了。哎，你不知道，罗仁刚到罗家的时候，范宁不爱说话。那娉婷呢，就像个小尾巴的时候，他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哎呀，来喝点汤。谢谢郑伯。后来呢，罗仁走了，不住这儿了，但是他们俩的情分没变啊。有一度我跟他叔叔还想撮合他们俩呢，哎，没想到竟然发生这档子事儿啊！撮合他俩？他们不是兄妹吗？哎呦，同姓没有血缘关系，哎，叫兄妹啊，那只是随口一叫而已，随口一叫。吃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来帮忙的，知道吗？人罗任、娉婷郎才女貌的在一起多好啊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瞧你这人。
老实做事，听到没有？别想东想西的。没喝的了，别找了。哎，小楼盖的真不错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等啊，等，我觉得是那儿，这边再走就偏了。你看那箭头，是不是？是，再往前走过折了。走。就这儿，只能是这儿了。我给张叔先打个卡。连个门铃都没有。哎，我看不见，你往那边点儿。咱们家看见什么没有？哎，我看见了。咱们这算不算私闯民宅啊？我也没闯进去，我这顶多就私看。说的也是。哎，有什么发现？没看见什么呀？你瞎呀？哎，我看见一木条封起来的窗户，封住的。对，哎，那木条那缝里边有个女人，那女的是木代啊？不是，肯定不是小老板娘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那种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囚禁少女？赶紧下来，咱们报个警。哎，别，咱们都还没看清楚呢。要是弄出乌龙来了，那小老板娘还在里边，你还要不要当徒弟了？我还要不要活了？说的也是啊。那你继续观察，争取看出点有用信息。哎，我看见那悍马了。废话，罗忍呢？木代。哎，来了。怎么事啊？还看啥？如果没看错，这俩哥们儿是你店里的吧？我还看见监控。别客气，随便坐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，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。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请进。这你家啊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儿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资料在哪儿？这里能看到酒吧啊，还能看到我房间呢。我说这2天怎么总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？偷窥一般是不良目的，我这种叫侦查或者观察。来看资料，刘树海死前提过2个案子，一件是落马湖，另一件曾春娇没说。
所以你私下向岑春娇买通了消息？这个案子发生在5年前，达伦特尔牧区冬天，犯案的手法也是先杀人，后使用鱼线。不过这个案子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。受害者被雪困住，又有狼群，这个事情就算在天在头上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几个案子从地域上看有什么规律吗？彼此距离都很远，看不出什么联系啊。时间上呢？第2起和第3起案子之间隔了3年，但是第1起和第2起案子之间居然隔了17年。然后就是每起凶案的凶手，我始终觉得第1起案子不是刘书海做的。第一，2起案子相隔时间太久；第二，案子发生的时候，刘书海才刚成年，怎么会突然到落马湖杀死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雅清一家呢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头绪，直到你跟我提到张光华，很巧吧？张光华也住在落马湖，而更巧的是，张光华的遗物遗落在大同，柳树海也是在大同翻车落水的。他们2个都有一个时空焦点，大同，而柳树海和我叔叔之间也有一个。柳树海是在济泉死掉的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叔叔失踪那次，我帮忙回来找。我问娉婷，叔叔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结果娉婷告诉我叔叔曾经去济泉出差，回来生了一场大病。从那之后就不对劲。5年前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叔叔买错票，是我跑错了地方，阴差阳错的住进岑春娇的小旅馆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上楼右拐，一直往里走，202房。岑春娇说刘树海住203啊，这么巧啊？就是这么巧，单双号门。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也在。经理已经报警了。抱歉。还记不记得，刘树海死的时候，背后少了块皮？岑春娇说过，他背后的那块皮形状特别规整。我叔叔也是。刘树海自大通落水之后就不正常了，你叔叔从济泉回来也开始古怪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好像一个杀人接力游戏，前一个人死了，后一个人继续接力，再去犯案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想到什么了吗？想到什么？接力赛结束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在他身边，接了下一棒。而我叔叔死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个人。娉婷。打扰一下，慢用啊！谢谢。妹妹回来了，你干嘛去了？办事儿。啊？你这么大木袋亲自办事？不是？你看人唐僧，妖精不用他打，斋饭不用他画，连担子都不用他挑，就因为他手底下有仨好徒弟。您甭仨，哪怕培养出一个死心塌地的徒弟，你省多大心？你就是想拜师学东西吧？我行吗？
哎呦，没戏。我上头有师傅，我收徒弟的事儿得他认可你。哦。哎，妹妹，那这么着，回头您给引荐引荐，是不是？我拎个点心匣子去，我这也算带艺投师，是吧？有点道理哈。但我师傅最恨当过贼的人了。我那大师兄你知道吧？大师兄。哎呦，当年他一时糊涂做了错的事儿，那个偷了人家东西还是怎么着？那让我师傅给收拾的，哎呦，家法伺候，现在还没好呢，手腿都断了。啊，像你这样劣迹斑斑的呀，真想多了。好好干活吧啊！气性也太大了。曹兄，这聪明人得看清形势。那武学是走向示威的，你就算练成了绝世高手，我一颗子弹过来，你也得谁练成了为了跟人玩命啊？瞧着床上那张纸儿，识字吗？第4步，我要成为巨星。哎呦，你还成为巨星呢？你第1步就迈错了。你不是有前科吗？你成了也是塌房艺人。你扶一把，扶！不是你这还练啥呀？啊！不要随便评价别人的梦想。哎呦，你还有梦想呢？行，那我也有梦想呢。还问我什么梦想？我的梦想呢，就是有一位颜值过硬、温柔可人的富婆从天而降。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这许我一世安稳，免我半世流离。吃软饭呗。不是曹兄，这话怎么到你嘴里就那么的俗呢？只是多了些许金钱的元素而已。所以这才是梦想嘛。这梦一梦，想一想就行了。再说一句啊，曹兄，你有地儿睡，有饭吃，将就着活吧。不是三三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灰呀？你年纪轻轻的，眼睛里就失去色彩。我可不能跟你一样，就怕白天没什么事儿。明儿啊，我再出去打一份工，哪么扛大包呢？凭自己力气吃饭不丢人，我得让穆代对我刮目相看。呦！啊，对了，哥们儿，如果有一天啊，我这第4步要真成了，别去举报我啊。不行，要弄清真相，还是要从恒宇入手。还没睡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割皮的人应该就是终极大 BOSS 了。这人会是张光华吗？罗文淼那次也就算了，
刘寿海死的时候，岑春娇就在走廊里，那么短的时间，他能做到进屋割皮逃走，不留任何痕迹，太可怕了，这哪像人能做出来的？都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那个李坦，气死人了。啊，他呀，他怎么惹到你了？你说那个李亚青，他充其量就是李坦的女朋友呗。人为了他都搭进半辈子了，工作也丢了，开个小卖部维持生活。他居然跟我说他要把那个小卖部给盘掉，凑钱继续找凶手。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？还到李亚青坟前说：“我发誓，我一定要给你个交代。”这不搞笑呢吗？别人眼里他就是笑话，让别人都笑话他。你过分了啊！红姨怎么教你的？要有同理心，那是别人的不幸，你怎么可以在背后这么议论他呢？对不起啊，红姨。我是不该这么讲李叔，但我心里有个疑问。红姨，你还记得那个罗润吗？他叔叔、他妹妹，一死一疯，他自己都是个受害者。你是说，罗润也是受害者，而且杀他叔叔的凶手跟20年前的凶手有关系？嗯，所以找到落马湖的凶手特别重要。红姨，我都看得出来你知道一些事情，可不可以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，把能讲的讲出来？穆代，你想多了。红姨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犯得着让那个万夫火去打听干什么？行了，你别问了。娉婷又严重了，不能再等了。莫代，可以给我李坦的联系方式吗？喂，我听说李坦来利溪了。我现在就去见他。那你怎么没有跟他电话说清楚啊？李坦性格冲动，这么复杂的事情还是面聊比较合适。你也知道他性格冲动，我是怕你们俩还没聊上，你就被他打死了。我战斗力这么差吗？总之你们见了面先讲清楚，免得误会。哎，我要不是答应红姨陪他来庙里，我就跟你一起去了。放心吧，聊几句而已，不会出事的。先挂了，再联系。这不过河拆桥吗？也不回信息。穆代，红姨，你可算聊完了。等久了。林叔，你怎么满头大汗的？我找到凶手了，老子死了，这个，但是我找到了小的，我也算当闭幕了。
错了。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罗人家。走，快走。别过来！穆代，你出去，快出去！李叔，你别，这事跟罗人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亲眼看他叔叔杀的人，他就是帮凶，居然骗我说他叔叔被人控制了，我呸！我是3岁小孩吗？啊，眼见为实。李叔，任何借口都没有。你先把打火机放下，杀人是有罪的。我连命都豁出去了，22年了，22年了，我终于可以给雅青一个交代了。李谈，是我，李谈。雅青。雅青，是我。不对，你不是，你是雅青的双胞胎妹妹。你们都想骗我！我就是雅青，我就是雅青，我是。不是雅青，不是。你不是雅青，我是雅青，我就是你忘了？你忘了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在你单位附近的川菜馆，你点了一个西红柿蛋挞，那个鸡蛋是完整的。我说不应该这样，蛋花应该是打散的，但是你说川菜就应该这么做，你忘了吗？你还说你不能喝酒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我真的就是李雅青。雅青，李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李坦这个人也真的是，说好了意思意思得了，用这么大力气。哎呀，都是水啊！汽油没撒多少，就是让你们闻个味儿，有那个气氛就行。你说你们两个怎么能合起伙来骗我呢？真不够意思。郑博早上发给我的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时间等了。平顶上的歌是我叔叔杀人前唱的。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，但是一来李坦是个急性子，二来我们都觉得不告诉你们一切反应都是真实的，效果反而好。事态紧急，所以行了下策。嗯。